今年的夏天，从中国、欧洲到美洲，全球各地都传出了严重的旱灾，多条大河流干涸，而水底下面的神秘文物也纷纷的浮出水面，有千年古迹、恐龙足迹，还有离奇死亡的尸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年的全球旱灾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近几年来，台湾整体的气温变高，遇到的台风变少，而部分地区也常常缺水。而今年许多国家遭遇到的状况，恐怕比台湾还要严重好几倍。这个夏天呢，许多地方都经历了几十年来，甚至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从欧洲的莱茵河到中国的长江，许多重要河川的水位纷纷下探到历史新低。同时各种水底遗迹也因此重见天日，有古代文物啊、纳粹军舰，甚至还找到了上个世纪的命案尸体。此外呢，这些旱灾也造成了蛮严重的影响，像中国的经济就大受打击，许多的工业大厂都被迫停工。那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谈谈到底有哪里出现了旱灾，而在这个水干了之后，又有什么惊人的发现或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学点 AI 科技跟元宇宙的技术吗 ？NVIDIA 的 GTC 人工智慧与元宇宙大会即将在9月19到9月22全球线上同步展开，其中的重头戏之一呢是执行长黄仁勋在9月20号的晚上11点。为大家带来令人惊艳的最新技术主题演说。此外，大会呢也再度邀请到3位图灵奖的得主，以及全球各界领袖与专家，带来超过200场的人工智慧精彩讲座。而这些讲座呢，都有 NVIDIA 提供的 PDF 讲义，让你更好吸收。另外，今年 GTC 首度推出了9场 Watch Party 中文导读讲座，由 NVIDIA 台湾技术专家以中文讲解，及时互动解答。其中特别推荐这2场关于智慧医疗和新一代 AI 平台的精选讲座给大家。那喜欢实际动手学 AI 的朋友，可以报名 NVIDIA 深度学习实作坊。今年的中文课程会由专业讲师带你学习如何使用 AI 预测设备状态，辨识异常状况与原因，预估零件的寿命。完成后还能够把证书带回家哦。有兴趣的话呢，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免费报名 GTC 线上大会吧。现在还有抽奖活动可以参加哟。普遍认为，今年旱灾的范围是几十年来最广的，而且在北半球的许多地方都是突然出现破纪录的大干旱。欧盟的观测机构指出，欧洲今年的干旱是5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欧有大约一半的地区土壤已经干涸，进入了干旱警戒状态。而西欧的降雨量更是突破了历史新低，让泰晤士河、莱茵河、多瑙河等等都有部分的区段干涸。而中国的官方数据也显示，有半数的国土出现了干旱状态，尤其呢是在长江流域，降雨量还有干流的水位呢，双双创下了纪录新低，让周遭支流还有水库也严重缺水。光是重庆就有至少51条河断流，24座水库干涸。而在其他原本就在闹干旱的地方呢，状况也持续的恶化。美国西部迎来了12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供应7个州用水的科罗拉多河，在卫星图上面看起来几乎消失。全美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也一再告急。另外，非洲、南美洲等等地方的长期旱灾也都不见好转。位于东北非的非洲之角，连续4个雨季没有下雨。智利中部重要水源佩纽艾拉斯湖呢，更萎缩到了只剩过去最高水量的 0.2%。那随着河川、湖泊的水位下降，各种水底的东西呢，也都纷纷重见天日。近几个月来，欧洲各地的河边呢，纷纷露出了饥饿石碑文。这些是以前闹旱灾的时候，先人们在河床岩石下面刻下的警语。比如捷克易北河边呢，就出现了刻于1616年的饥饿石，上面写着“看到我的话你就哭啊”，提醒着干旱的严重性。跟饥饿石一起出现的还有各种历史文物跟遗迹，比如塞尔维亚就在多瑙河当中发现了10几艘纳粹船舰的巨大残骸，而意大利波河中还找到了2战时期的未爆弹，吓得当地政府紧急疏散民众。而西班牙的水库几乎见底之后呢，则露出了史前的巨石阵跟中世纪教堂遗迹，引来了一堆游客参观。而同样的呢，中国也陆续有壮观的遗迹出水，包含了明代建造的千眼桥、600年前的摩崖造像等等。而在全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里呢，拥有1000年历史的洛星墩全貌也完整露出，周边的湖水全干，甚至变成了草原。但年代最久远的是在美国德州的一条河底下
新发现的恐龙足迹，初步判定呢有超过1亿年的历史。此外呢，还有一些成年命案也跟着浮出水面。刚刚提到的全美最大水库米德湖就发现了至少3具的人类遗骸。警方研判最初发现的男性尸骨大约是在1970年代末死于头部中弹，而犯人很可能是当时活跃的赌城黑帮。干旱让这种种被封存在水底的历史重见天日，而许多的野生动植物则是出现了各种怪奇现象。媒体报道，最近英国的天气明明超闷热，叶子呢却开始变色啊、掉落，这种现象呢被称作是假秋。原因呢是因为土壤过分的干燥，导致树木误以为干燥的秋冬要来了，就开启了持球生模式，为了保存水分而提早落叶。专家指出，到了真正的秋天呢，很多植物可能会枯死，所以也有一些植物呢正在提早结果来紧急繁衍后代。因此，英国呢有许多的水果啊、坚果都比以往成熟的更快。同时，许多野生动物也面临生存危机迫使部分的动物跑到人烟密集的地方寻求水源。欧美的一些住宅区，大型猫科动物的目击事件就大增，像是住在美国加州的哈利王子家附近，最近呢就有美洲狮出没。但除了野生动植物，现在这波旱灾也让人类面临了严重的后果。联合国警告，目前的干旱危机影响可能非常的广泛，而且难以估计。但单就目前直接可见的影响来说，就已经相当严重了。在西欧，水力发电量下降了20%，而莱茵河、多瑙河等等的水路要道也因为水位太低而频频断航。同时，水库严重缺水，让各国陆续的祭出限水措施。法国甚至有100多个城镇连饮用水都无法直接取得，只能够派卡车送水。而且在天干物燥之下，森林野火肆虐的范围也创新高。今年到8月为止，就有约66万公顷的林地遭到破坏，造成了上千位居林被疏散，数百人命丧火海。而在大洋对岸的中国呢，事情的发展也非常的相似，几乎史无前例的旱灾让中国近年水电双缺，严重的影响了民生工业。尤其呢，在有75% 的电力都仰赖水力发电的西南部，大众汽车、富士康等等的大厂都被迫停工或减产。各省市呢也陆续限电限水有些地方呢甚至每天停电超过10小时。同时，连续2个多月的干旱还让农作大量枯死，重庆更罕见的出现了山林大火。而在其他经历比较长期干旱的地区，这些状况虽然不罕见，但也完全没有好转。比如9月初，美国加州就爆发了至少45起的新野火，最大的一起呢，在1天内就燃烧了1600公顷。而在非洲部分的地区，干旱导致的饥荒跟饮用水问题呢，也更加严重了。每个地方的干旱都有各自很复杂的因素，也牵涉到各国的水利政策。不过，单就天气来说，很多气象专家表示，典型的干旱通常需要好几个季节甚至几年的时间才会形成。而今年很多地方的异常骤旱呢，跟全球暖化脱不了关系。他们指出，近几个月来，北半球的欧洲啊、中国等地都出现了破纪录的热浪，是最直接导致干旱的原因。因为全球暖化让高温更高，地表水分因此也蒸散得更快，而干旱的地面呢又会更快变热，导致上方的空气也更热，水分又散得更快。而另外一个常被提及的因素是罕见的连3年反圣婴现象。简化来说呢，就是太平洋中东部的这个海水变得异常冰冷，造成美国西南部变干、西太平洋台风变少等等的状况。而中央气象局指出，台湾近年台风偏少，很可能就是反圣婴导致的。有学者认为这波连环反圣婴很可能也是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异常现象。他们还警告，全球的气候会互相影响，所以最近某些地区的严重洪水，比如淹没了巴基斯坦1/3国土的洪灾，恐怕就是各地干旱的连带现象。那虽然确切的状况学者还在研究当中，但他们普遍肯定的是，极端现象会出现，根本的原因是人为引起的气候变迁扰乱了天气运作的模式。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也能够用人工的方法来解决呢？1946年，美国首次试验了人工降雨技术，用飞机向云层撒碎干冰。不久之后呢，那片云就下起雪来了。之后呢，许多国家都研发投入，直到现在中国、美国、阿拉伯等等的国家呢，也都还有在实施人工降雨。中国在北京奥运开幕式之前呢，就曾经为了确保当天天气晴朗，在会场的周边实施人工降雨。最近呢，也因为旱灾而用高射炮对天空喷洒化学物质，试图引发降雨。但由于很多干旱地区的云量不足效果不
不是很好。另外呢，美国西部本来也很流行在干旱的时候进行人工降雨，但有一些州呢已经立法禁止或限制，因为这种做法其实有很多的争议。学者指出，喷洒化学药剂来改变天气，不仅会污染环境，还可能会让世界的气候秩序打乱，并让邻国之间出现强雨纷争。而此外，有研究报告指出，人工降雨增加降水的几率大概只在0到20% 之间，成效非常的有限，而且就算成功了，也是治标不治本，无法真正的解决整个地区的干旱。不少专家呼吁各国政府应该要正视并且积极的应对气候危机，控制全球暖化的增温幅度，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面解决问题。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哦。那在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环境议题的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哦，这种环境议题在我们的频道其实算是冷门的题目，观看表现通常不是太好。我们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气候危机这件事情范围实在太大了，大到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好像很远，也大到我们好像无力改变。那这一次，我们先是看到了全球干旱造成的各种离奇现象，觉得或许可以用比较轻松有趣的方式来谈。那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离奇现象背后的状况还是超级沉重，所以脚本写着写着就萌生了一种危机感，一直想到饥饿时上面那句“看到我你就要哭了”。我们在想，现在这颗地球都已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那万一这种极端状况在持续个几年之后，我们的生活会不会遭逢到什么样的巨变呢？那虽然讲这个话可能跟聊天气一样老梗，但我们真的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关注气候危机。我们觉得这件事情虽然很大，但乐观一点想的话，我们未必完全束手无策。过去臭氧层破洞的时候，各国就曾经通力合作把洞给补起来了。那我们认为在民间的持续关注跟监督之下，各国政府、各大公司也会更有压力，也更可能的积极去采取行动。所以老梗也好，偶尔认真聊天气还是很有意义的。好的，那最后呢，就想问大家，近几年你有感受到气候危机造成的影响吗？有台湾的这个台风变少，有些地方缺水，夏天还更热，都蛮有感的，并没有特别感觉天气本来就反反复复的，不太是人类能够掌握的吧？所以不在意自己的生活当中要关注的事情真的太多了，真的没有空管天气。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全球旱灾是怎么回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气候紧急时代以及南极企鹅的生存危机。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